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最近整个科技行业最大的一个新闻呢，就是 OpenAI 它发布了 Code Red，就是红色警戒。那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本来是处于一个颠覆谷歌 Search 或者是颠覆谷歌这间公司的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公司，但是呢，因为最近 Gemini 3发布呢，导致它的这一个领先地位已经非常摇摇欲坠，或者说大家已经发现到，其实 Gemini 的那个好用程度或者是 Gemini 的聪明程度已经超过了 ChatGPT。所以这就是 OpenAI 它发布这个 Code Red 的最主要的原因嘛。但是今天我们不打算聊 ChatGPT 或者是 OpenAI，我更想要聊的东西是关于谷歌是如何在这3年的时间里面完成这一个翻身，就是达到这个攻守转换。就是3年前呢，谷歌发布了红色警戒 Code Red，到现在3年之后呢，OpenAI 发布红色警戒 Code Red，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谷歌是如何挺过 OpenAI 一轮又一轮的这个挑战？这个是我们今天最主要会聊的话题。在这话题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聊一聊我最近的一些感受。那就是我其实团队呢最近都有在开蛮多的会议，但是我们发现到那个开会的方式呢，其实跟以前有一点点不一样了。以前的方式呢，就是可能大家进来会议，可能针对这一个议题呢，大家开始进行讨论，大家丢出自己的想法，最后呢，可能有一个人的答案是大家更加喜欢，或者是大家可能针对某一个人的想法呢，去持续的延伸，让它变得更好。但是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把这个会议定义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所以就是大家都是非常全神贯注的，准备好来参加的一个年度会议呢。我们发现到了，这整个会议当中却有一个东西不一样，就是当我们在丢出一个新的议题让大家去讨论的时候呢，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所有人呢都开始打开自己的 AI，就是每个人都是带着，我今天打开我的ChatGPT，我今天打开我的 Gemini，每个人都开始针对黑板上或者是画面上的那个议题呢，大家开始去跟 AI 讨论，然后最后给出来一个他自己认为最好的那一个版本，然后大家把版本发在可能群组里面，或者是大家统一可以看到的地方，然后再让全部人进行投票。然后投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选出来，就是所有人里面最精华的那个部分。而这个最精华的部分呢，都是经过 AI 去润色或者是去变得更好的一个版本。所以我们发现到，在这过程中呢，整个开会的效率居然比以前快了很多。就以前可能要想到这样子的一个 idea，或者是可能要想到这样子一个让它变得更好的一个方向呢，可能需要花费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才有可能会得到更加精华的东西。但是现在有了 AI 的帮助呢，每个人都好像是被赋能了一样，就是所有人针对议题呢都能够有自己一个更好的见解、更加完整的一个表达，或者是更加经过修饰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想法，然后这个完整的想法就能够很快被其他人认同，或者是验证，或者是大家可能都找到同一个方向，所以导致在投票上面就能够直接投票出更加适合的一个选项。这个是我最近发现到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大家的开会方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就是我至少是在我公司，现在开会的方式跟以前会变得不一样，主要都是因为 AI 的关系。感觉似乎是在差不多2、3年之后呢，我们终于找到了如何跟 AI 一起共处，或者是如何让 AI 帮助我们开会效率变得更好的一个方法。我可以感觉到那个效率真的是提升很多，而且出来的质量是完全不会差。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好像是一种更新或者是更好玩的一种开会方式，就是不再是可能5个人会议或者是6个人会议，那就是6个人参与，而是6个人都带着他们的 AI 一起参与这个会议。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想法。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刚刚我们在讲的，今天会主要讨论的话题是谷歌是如何在这3年里面完成这整个翻身的这一个非常精彩的一整个战役啦，就是它到底是如何从被挑战的那一个角色变成是重新回到宝座，重新回到领先宝座的那一个最厉害的那个领先者。其实谷歌一直以来都是那个创新者，也有可能是因为谷歌 Search 它是一个非常赚钱的一个业务啦，所以就变成谷歌其实一直都有很努力的在研发上面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贡献。所以其实谷歌一直都有这2个就是 research 的这个 lab 呢，一直是针对 AI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研究呢，很持续不断的在做出一些创新，或者是很持续不断的推出一些学术论文，来让大家明白就是他们最新的一些科技研发的一些近况。所以回到核心，就是 ChatGPT 在使用的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呢，其实也是由谷歌的这一个 research 团队去发明的，甚至是由他们去发表出来的一个论文。只是当时谷歌发布了这个论文之后，它并没有将这个 Transformer 的技术应用到他们自己的产品里面，
而是被 OpenAI 发现了这个论文的这个方法论之后呢，把它整合进了自己的公司的一些 AI 研究上面，最后发布了 ChatGPT，然后一下子惊艳到了谷歌，才让他们重新审视，就是他们从 research 阶段到他们把这些科研的结果应用在他们的产品里面，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们会落后于竞争对手？首先呢，我自己觉得其实谷歌能够垄断的关键呢，就在于它把 search 这个事情给做好嘛。那 search 的这个本质呢，其实是在于帮助用户找到答案嘛。所以更加精准的一个描述，我觉得我之前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分享，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的好。它简单来说呢，其实谷歌 search 垄断的这个关键呢，它就是帮助用户从问题到答案的这一个速度呢变得更短。就是从以前，当我有一个问题，当我获取到答案，这两者之间呢，会花多少时间？可能在以前我需要去图书馆，可能花个好几个星期才能够找到答案，或者是到 Google Search， 我可能需要花2天的时间，最后找到了我想要找到最让我非常满意的这个答案。到现在可能是 AI Search， 可能是我只花了可能5分钟，我就能够完整的理解我自己想要理解的所有的一些知识。所以这个重点就是，只要呢，谷歌能够维持这一个最佳的这个速度，就是当用户有一个问题，到他们找到这个答案的时间是最短的，同时间那个答案是满意的，那逻辑上谷歌就不会被淘汰。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2022年底呢，ChatGPT 的发布呢，让这整个事情开始产生动摇。大家意识到，其实 ChatGPT 能够回答很多知识性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它能够帮助用户缩短从问题到答案的这个时间。所以这就是最主要，大家一致认为 ChatGPT 能够改变谷歌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也就是让谷歌非常紧张的发布了他们的这个 quote rate。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开始聊的是整个谷歌的3年的时间呢，我把它分成了4个阶段。我们来看看这4个阶段里面，到底谷歌面对什么样的一些挑战，以及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些改变。那第一个阶段呢，就回到刚刚我们说的，就是谷歌的 CEO 三代 Pichai 呢，他发布了 quote rate 红色警戒，就他意识到了，可能 ChatGPT 在未来有可能会颠覆谷歌的这一个产品，所以他们必须全力以赴，他们必须把精力花在对的地方，他们必须真正的去拥有一个能够跟 ChatGPT 去抗衡的一个产品。于是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找来了这 Google Assistant 的负责人 CC。于是呢，管理层给出了这个 CC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他需要他在100天里面打造出一个能够跟 ChatGPT 抗衡的一个产品。所以这整个过程他只有100天的时间。当然，这个 CC 就现在获得了这个最优先级的一个尚方宝剑，所以他就能够让谷歌的各个部门呢必须配合他想要做的事情。当然，第一个东西就是他调动了可能从其他部门呢去强制的征召了可能他觉得最适合的一些100多个员工来到这一个他们的团队去准备去开发这一个更新的一个产品。同时间呢，所有的 Google Cloud 基础设施团队呢都必须配合这一个现在的这一个团队呢去调用他们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他们必须不断的加班，去生产更多的 GPU， 去有更多的电力，去有更多的一些数据中心，让这个新的团队呢能够建立起来他们自己的一个像是 ChatGPT 一样的产品。后来这个产品呢被叫做 Bard， 也就是谷歌第一个想要抗衡 ChatGPT 的产品，它取名叫做 Bard。那这个 Bard 呢的这个团队呢，他们的优先级是超过其他所有的部门的，就是谷歌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优先都必须回到这个 Google Bard 的这个团队。当然，这个过程中呢，虽然他拥有这么好的一个 priority， 但其实过得也不是很好。当然，就是整个团队呢都是必须非常疯狂的加班，必须疯狂的去想到底怎么样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做出一个这样的产品来。然后在这个时候呢，谷歌也发布了一个更加重大的一个部门重组，它裁掉了差不多12000名员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让大家感觉到，就是假设我不愿意加班，或者假设我不愿意在这 Google Bard 上面付出更多的贡献，那我随时可能会被裁掉。所以就导致了所有的团队呢非常积极的，或者是只能够非常积极的一起参与在100天里面想要bring out 一个新的产品的。但是当然这个东西我们用想的都知道，其实是非常非常挑战的。就是虽然 Google 拥有非常强大的这一个 research， 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是之前并没有把这些 research 真正的应用到产品里面，现在它却只有3个月的时间要做到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在这过程中，他们就会发现到，在审核团队方面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审核团队发现到，其实整个产品呢有很多的漏洞，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呢是会有问题的。比如说 AI 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有幻觉嘛，所以这些幻觉会让人家发现到这个答案是完全不可用的，或者是有可能会误导用户一些错误的一些资讯。但是他的这个审核团队完全没有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东西，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会延伸，是
他们需要去把这些资讯去做整合，有人去 filter out 这些资讯，有人去把这整个东西给管理好，确保他们的产品在发布的时候，这个 AI 不会乱回答问题，或者是不会乱误导观众，或者是不会乱去给一些错误的资讯，甚至是一些不合法的一些资讯。但是呢，由于时间非常非常的紧迫，所以他们最后能够做的就只是尽量去修补各种各样他们能够看到的这些漏洞，然后就仓促的发布了这一个 Google Bard。所以呢，他们就在100天之后，也就是2023年的3月呢，发布了这个 Google Bard。当然，这个的表现呢，最主要遇到的问题就是很多用户发现到他给出来的答案会有问题。像谷歌这个体量的公司呢，当他们发布了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呢，就会有很多的人会把这些错误给放大，他们就会让这些错误发酵在 social media 上面，就会有很多人开始质疑，谷歌是不是非常仓促、非常短视、非常愚蠢的发布了这样子一个跟不上的一个产品，就是你硬要发布一个产品，但是你根本就无法跟 ChatGPT 去抗衡，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意识到，会不会谷歌其实没有能力做好这个东西，于是呢。整个市场是非常不给面子的。那个期间呢，谷歌的整个股价呢下跌了差不多18%，大概损失了1000亿美元，也就是大家对于谷歌的这个信心指数是急速的崩跌，因为大家觉得，怎么谷歌在过去了3个月之后呢，最后发布了这个产品呢，竟然只是这样子一个等级的一个产品。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情况下面，他们的管理团队其实是面临非常非常大的挑战的。其实整个谷歌的这个内部团队呢，都是非常的紧绷，他们面对非常大的一些挑战。所以这个时候呢，管理团队能够做的东西，就是他们选择的东西是，他们安抚他们的团队，就是没有人会因为这些错误呢被追责，但是他们必须学到教训，他们必须展现谷歌自己独有的一个水准，就是他们跟创业公司不一样。他们今天发布错的东西，创业公司的话能够被大家接受，但是谷歌不一样，谷歌所有发布错误的资讯呢，都会被外界去耻笑，都会影响到他们的股价，他们必须迅速的只能够发布符合大家眼中的一些标准的一些产品，所以这个是给自己的定义，所以他们因为这次的失利呢，让他们选择了更加大的压注在这个 Google Bard 的这个团队上面，所以他们就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就进入到了第2个阶段，也就是他们重新去审视他们的组织架构，并且把他们的2个 AI Research Lab 去做整合，合并成最新的一个团队，叫做 Google DeepMind， 由 Google DeepMind 去研发最新的 AI 模型，也就是后来我们俗称的 Gemini。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2个被合并的 AI 研究室，他们其实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首先 DeepMind 呢是更加讲究是科学家的一些实验精神，他们就是会以学术为准，不断的发表一些学术论文，发表他们对于最新前沿的一些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这样子。至于Google Brain 呢是更加着重在就是他们会发布一些跟 AI 相关的一些能够在商业应用的东西，比如说像是他们优化了 Google Translate， 或者是他们有让 AI 能够去帮他们辨识出来画面里面的人是什么，画面里面的物体是什么，让他们能够在标签上面做出了很大的一些进步。所以其实在 Google 的内部呢，一直都是有这样子2个最强的这个研发团队，可是他们都是各自在做各自的事情，各自有各自的方向。于是呢，在这个2023年的4月呢，他们决定把他们重新合并起来，变成叫做 Google DeepMind 这个团队。然后就因为这个合并呢，现在所有的这些资源整合也好，或者是所有整个团队的方向，就变成是他们必须让他们的这些科学研究能够应用到商业的一些用途上面。所以这个的好处是什么？这个的好处当然就是接下来所有的一些 research 都能够更加快速的被应用到他们的这个商业用途里面。这个当然就是为了去拯救谷歌，不让谷歌被淘汰，这个才是他们做这个东西最主要、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嘛。但同时间，它也会让就是本来非常着重在可能做一些科学研究，对于人类的一些学术研究这方面呢，可能会它的进度会变得更加落后，或者是我们就没有办法那么的 focus 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它的相对的一些劣势。但是呢，其实这样子的改变呢，是让谷歌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发布最强的这个模型 Gemini，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啦。所以我们回到2023年这个时间呢，当时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新的一个作战基地，也就是他们有了一个新的办公室呢，所以所有 Google DeepMind 的这个团队呢，都搬到了和他们 CEO 一起在的一个新办公室，并且他们强势要求就是所有人都必须回到办公室来工作。所以这里可以想象一下，它就是有一点像是一个作战基地，同时间它是一个戒备森严的一个作战基地，就是所有人在这里的 access 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这边有很多一些秘密正在进行着，有很多一些新的研发正在进行着，而且这一次呢，绝对不能够被 ChatGPT 或者是 OpenAI 的团队去抄到，所以他们必须很小心的
把握住所有的秘密，但同时间他们必须用尽全力去做更加多的一些实验，以及加班把这些东西呢去应用到他们的产品里面。所以之后呢，谷歌调整战略，他们把自己的模型呢重新命名叫做 Gemini，也就是一个双子星的意思啦，就是因为他们把两个最强的一个 AI 整合起来嘛，所以他们就叫 Gemini，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的成分在里面了。然后这个 Gemini 呢，就在2023年12月呢开始发表了 Gemini 1.0。当然那个时候呢，毕竟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其实并没有造成很大的轰动，或者是可以感觉到它还是落后 ChatGPT 非常多。但是因为你可以发现到，就是整个组织架构的改变呢，其实已经让这些成功呢有了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铺垫，就是大家都已经开始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进行了，只是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持续推出一些让大家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些结果，导致大家对于谷歌的信心是降落到了冰点了。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整个谷歌最低谷的一个时间。但同时间呢，也因为他们之前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也让一个新的模型呢走在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训练的道路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包括整个全世界，大家看到的东西就是谷歌远远落后于对手，但同时间我没有看到的东西就是他们一个真正走在一个更加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模型正在慢慢的诞生中，只是它需要时间。所以这中间呢，像是2024年2月呢，他们发布了 Gemini 的这个图像生成，但是就因为呢，这个生成的这个图片呢，就是有非常大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在生成一些纳粹的照片，可是里面却出现了黑人的样子，所以导致呢，整个谷歌暂停了他们这个图像生成，因为真的是全部人都投诉太大，或者是全部人都反响非常非常的大啦，所以谷歌就只能够暂停他们这个人物图像生成的这个功能了。同时间呢，他们在去年5月的这个 Google I/O 上面呢，他们也展示了 Google AI Overview。但是这个 Google AI Overview 一开始推出的时候呢，其实是出现非常非常多的错误的。比如说，有人问他，我的披萨上面的 cheese 不粘，那我应该怎么做？结果这个 AI 回答的答案是，那你可以在这个披萨上面粘一些无毒的一些胶水，这样它就会变得比较粘。或者是有人问他，我应该每天吃多少个石头？然后这个 AI 给的答案是，地质学家告诉你，每一天你都应该要吃一块石头。所以就是这样子非常荒谬的答案，或者是大家觉得，这个 AI 其实蛮愚蠢，或者是他给出来的答案非常荒谬，所以大家会觉得，谷歌的这整个产品力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低，而且他们非常的恐慌，他们非常的仓促发布一个我还没有完整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中间呢，也遇到了很多人才流失的问题，比如说像是 Meta 抢人啊，或者是大家发现到，谷歌 DeepMind 的这个文化其实正在改变，大家可能跳槽到 Claude，跳槽到 OpenAI，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同时间面临着人才流失的这些原因，所以导致其实这整个过程中呢，可以感觉到是谷歌非常最低潮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呢，在同时间呢，因为他们现在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型，就是他们必须以商业用途优先，所以导致了他们放弃了就是他们一些非常良好的一些传统，或者是他们非常良好的一些主张，比如说他们发现到这个 AI 的这个智能在未来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武器，就是假设有人用 AI 在武器开发这个部分呢，可能会让军事上面的一些战争啊，或者是军事上面的一些开发武器的程度啊，或者是未来的这个战争杀伤力会变得更加的强。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个主张，就是他们禁止他们的这些 AI 研究呢用在军事的用途上面，但是却因为现在整个公司架构调整，导致他们必须放下他们的这些道德底线，所以他们不断的开始降低这些道德标准。所以呢，他们最后开始跟了美国国防部合作了一些军事上面的合作。当然，他们还是严禁的强调不做武器开发，但是你不知道他们其实背后到底做了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科学研究室呢，当他必须接受变成商业化的一个过程中呢，注定会需要接受的东西有很多的一些道德标准。他们必须持续的降低，来达到真正可以商业盈利，或者是能够进入商业世界的这个门槛。然后就到了第4个阶段，也就是在2年之后呢，谷歌终于开始走入了正确的轨道上面，也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他们发布了 Gemini 2.0 Flash，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让大家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模型呢，其实蛮接近 ChatGPT 的这个模型了，它终于让谷歌回到了第一梯队的这个位置，当然它还不是第一名，就是 ChatGPT 还是有很多地方是领先于
谷歌 Gemini 的。但这过程中呢，其实谷歌做对了几个事情。第一个东西就是他们的这个 TPU 开始发挥优势。这个 TPU 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就是其实它算是谷歌在做 AI 运算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 AI 芯片，而且同时间因为是他们自己设计的，所以他们能够把这整个成本降到非常非常的低，同时间也让它可以持续的给到最强的一个超长上下文，就是因为它的成本就是比别人低嘛，所以就导致它在训练的时候，它能够让它的 AI 比起别人能够记得更加多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就很不断的努力在超长上下文这个地方持续的努力。当然这个东西它就是铺垫了 Gemini 3非常好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基础嘛，就是因为现在 AI 能够记得跟你聊天的更加多的一些细节，它能够记得它跟你讲过更加多的一些话，比起它的对手，所以这个时候它当然能够给出一个更加适合的一个答案。所以这个就是谷歌其实做对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压注在超长上下文上面。同时间第二个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 TPU 的这个成本优势，导致呢他们能够推出比市场上其他竞争对手更加低的一些模型。所以你有这些非常低去运算、非常低成本的这些模型呢，就导致企业在运用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想开发一个软件，我想要背后去安装一个 AI 的这个模型来帮助我的这个产品，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开始思考，虽然 ChatGPT 可能会更强，但是 Gemini 好像也没有输很多，但同时间它的成本低了很多，所以最后呢，大部分的公司都会选择用 Google Gemini 或者是其他一些更加低价的模型去做他们的产品部署。通常只有在一些非常极端的情况下面，他们才会使用这个非常贵的一些最前沿的一些最聪明的一些模型。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面，他们都会选择一个比较更加 cost effective、更加合理价格的，而这个时候谷歌就占据了非常强大的这个优势。所以就是在这个ChatGPT 发布的2年之后呢，现在呢，谷歌是发布了一个在第一梯队非常接近 ChatGPT 的一个产品。同时间呢，因为成本的优势，他们在低端的一些模型上面呢，也能够是被非常多人接受。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对于谷歌的整个已经开始慢慢的改变了，它是能够跟上现在这整个 AI 的节奏的，它并没有被 ChatGPT 甩开，就是它并没有被 ChatGPT 完全碾压，它已经不再是1年前非常被碾压的这个节奏了，就现在它已经好像慢慢的跟上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同时间，另外2个他们做的非常对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他们彻底改变了他们之前训练模型的方式，就是他们发现到之前的那一个训练方式呢，会让 AI 有很多出现很多样的偏见，或者是会带有很多刻板的印象，所以他们让这整个训练的方式重新换一个方式去调整。当然也因为他们现在有了更多的时间，比起1年前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能够去做更多重新的训练，所以呢也让他们这一个训练呢会在1年或者2年之后呢持续不断的变得更好，持续不断的终于让他们追上了 OpenAI 的这个进度。然后另外更加明显的地方就是在于人才重新加入他们了，就是1年前才提到，就是很多人才开始外流到别的地方，但是现在却开始有更多人才回来。最主要原因是他们发现到谷歌的这个前沿技术还是很强，同时间谷歌有了很多的这些基础设施，因为它的 TPU 成本就是比别人低嘛，所以它就能够 promise 给这些员工，就是假设你在我这里工作，那你就一定会优先能够使用某一些算力，所以他们在有算力的保证下面，他们就能够做更多的研究，他们就能够为这个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或者是他们就能够参与到这个最前沿的这个开发当中，所以就导致很多跳去其他的一些小公司的一些人才呢，他发现到没有谷歌的这一个优势其实非常非常的难，所以他们就回到了谷歌去训练更强的模型，去研究更加前沿的一些开发。所以呢，在这4个阶段之后呢，我们可以开始感觉到谷歌慢慢的就是跟上轨道呢。最后呢，它在接下来发布，也就是我们半年前2025年4月的时候呢，它发布了2.5的这一个 Flash 和2.5的这个 Pro。那这个版本呢，基本上已经就是大家觉得跟 ChatGPT 是差不多了。同时间那个时候的 ChatGPT，后来 ChatGPT 发布的 ChatGPT 5呢，好像也没有到很好。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某些程度上面都会直接开始使用Gemini 了。所以在经历了2年半的时间之后呢，Gemini 终于走上了跟 ChatGPT 非常接近的一个位置。然后在经过了3年之后，也就是在最近的这个2025年年底呢，他们发布的这一个 Gemini 3.0 Pro 呢，正式的超越 ChatGPT， 在很多的模型的聪明程度上面，在超长上下文上面，在给予用户一个更好的答案方面呢，正式的超越了 ChatGPT。并且呢，这是第一次让 ChatGPT 发布红色警戒。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攻守转换的一个节奏，就是 OpenAI 突然间开始发现到，现在 Gemini 的模型是比他们更好的，而且在这个程度上面，他们要追上，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于是他们发布了这个 Code Red 红色警戒。所以其实在我刚刚这些分享当中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
东西，就是这 Code Red 的发布呢，它其实伴随而来的就是整个公司必须进行非常大程度的重组改革，同时间必须非常坚定，还有必须经历了很多人的一些付出、加班、心力，才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逆转，让他们重新回到这个领先的霸主的这个地位。所以其实这过程看起来只有3年，可是其实中间经历的东西非常非常多。所以今天分享给大家这个非常精彩、这个逆转的故事，我自己觉得也是一个非常 inspiring、非常激励人心的一个故事。但同时间呢，我也意识到，就是其实谷歌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逆转，重新回到霸主的地位呢，其实中间我觉得是需要符合4个条件的。首先，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你的整个团队必须展现出来，我们现在想要重新革命，我们重新想要做出新的创新，我想要重新重组我整个公司的 structure。你的管理层和你的团队都必须展现这样子想要重新改变的这一个决心，才能够做到。如果你的团队还是处于非常缓慢，或者是这个东西不能改啊，那个东西不能改，那其实是不可能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逆转的。你不可能能够让你的团队突然间加速，重新追上你的对手的。第二个东西就是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就是其实团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力，这个也是谷歌能够做到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人才，他们能够加大他们的budget去聘请更多的人才，让更多人加班来完成这个步骤。所以其实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呢，它是必须流血流泪的，就是必须有更多人去付出，必须有更多人去加班，它是堆叠在很多人不断的付出努力，不断的付出自己的睡眠时间，最后才能够完成超越的最重要的这个基石。同时间，它必须符合第3个条件，就是它不能够被竞争对手甩开。就假设今天超越你的这个竞争对手一下子发布了一个远远甩开你的一个东西，那你可能就会一蹶不振，你没办法，完全没有办法去追上你的对手。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如何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调整好你的轨道，同时间发布这一个看起来可以跟对手持续的去抗衡的一个东西。当然，你的产品这个时候一定是输的，或者是可能输得很惨，但至少你有一个非常接近你对手的一个产品，持续不断的发布，持续不断的更新，让大家感觉到你还没有被对手甩开，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要不然他可能早就垮了。至于最后一个，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东西可能是需要运气和时间，这2个东西都是必须兼得的，就是你在市场上还是需要有某一些的运气，同时间你踩在那个时间点还是必须是非常的正确的，要不然像一般我们看到的公司，就是像以前我们看到的 Nokia， 就是当这个大势已变的时候，当你发现到你想要回过头来调整你的公司架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整个大势已去，而你错过了那个最佳发展的黄金时间点呢，其实就会让你跟竞争对手可能就是非常远的差距，而且你过后发布的东西可能因为方向错了，你很难调整回来。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谷歌的运气和他在那个时间点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当他综合了这4个条件之后呢，才能够完整的让他完成了这一次的这个逆转，把从原本的被挑战者变成是重新回到这个霸主地位，完成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个逆转的故事。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跟大家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